很多朋友一想到智能家居、智慧家庭的第一时间就是语音控制。Siri， 打开入口的灯。好的，入口的电灯目前已打开。但这个只是智能家居的最基本。智能家居的终极形态其实是无感，让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可以享受它带来的便利，还有生活品质的提升。今天这支影片，我会带你用我的视角体验全屋智能工作宅的一天。这也是我在打造智能工作宅的 Level 1， 纯粹靠每个人的 iPhone 或 iPad 内建的 HomeKey 就能做到，完全不搞代码程式，只要有买支持 HomeKey 的产品，例如我为了这一支买了这些 Aqara 的产品。但比起买产品，智能家居的核心是更愿意去了解自己的生活。怎么说呢？那我们直接开始吧。我平常是7点半起床，过去会被传统闹钟惊吓的感觉，其实非常的破坏早上的心情。起床要舒服的重点在于渐进式，所以主卧的窗帘会在7点10分先自动打开30%，让阳光慢慢的洒进来。1分钟后 ，HomePod 就会播放舒服的轻音乐，然后每1分钟调大音量的1%，直到调到50%，这样我就能在阳光跟音乐的渐进招呼下舒服的起床。不用再被突然的闹钟声给惊吓了。起床后，从主卧的门可以直行走进浴室刷牙洗脸。浴室的门上配有门窗感应器，开门的时候会自动打开浴室的坎灯。浴室内的 HomePod 也会播放轻松愉快的音乐。这边有个装修浴室的小亮点，当你的浴室有音乐，就有了饭店或百货公司的高级感。到这边你会发现，传统的智能家居都是叫你用语音控制，但我认为不是。智能家居的终极形态是无感，除了能动嘴，绝不动手。更重要的是，能不动嘴就绝不张嘴。你要了解自己的生活习惯，去找出自己的生活流，也就是 life flow， 去设定属于你自己的自动化的场景，这才是智能家居的灵魂。但灵魂也是最麻烦的。接着进到厨房喝杯温水暖暖身体，这个时候差不多是7点半 ，Google 会播报今天的天气状况。桃园局部多云，气温27度。我这边之所以用 Google 来播报，是因为它有一个显示器，能够视觉化看到这一周的状况。虽然用 Siri 写个捷径去播报会更详细，但我认为天气预报还是看图示更直观，而且不要浪费在中岛上的它。然后我会到工作桌简单看一下今天的行程安排。房间的窗帘是智能电动的，客厅的当然也是。我还能够透过这一颗小魔方来精准的调整光线进来的量，摇一摇可以打开2%，翻转90度关闭2%，这样我就能够根据每天的天气状况还有心情来调整最适合的自然光的亮度。自动化不是机器标准化，而是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去适性化搭配。我们不可能每天都过得一样，这样多无聊。但我们可以每一天都过得很懒，或者深价值的讲法是，把精力跟时间省下来，放在更重要、更有意思的地方。差不多8点了，我会出门运动。在外面可以用 HomeKey 的室内广播功能叫柚子起床，如果他还在赖床的话。柚子，8点了，该起床喽。不过 HomeKey 的广播功能有时候会有点延迟。现在我比较常用 Aqara 的摄影机，可以直接看到家里的即时状况，然后用 App 开启通话。重点是没有任何的延迟。那如果今天不适合出门运动的话，家里面也有配置一个小空间，能够简单的动一下。运动完回家，电子门锁出场，这是我认为所有人都应该配备的智能家居的产品。我们家的大门没换，而是把传统的钥匙锁换成 Aqara 的 N100， 能够指纹解锁，再也不用带沉甸甸的钥匙出门。人关门只要合上就能够自动锁起，不用像以前还要锁门才能够出门。回家跟出门都更方便了。这个电子门锁除了指纹，也支持数字密码、NFC 卡片跟手机 App 远端解锁。如果出远门家里面有事情要请邻居或管理员进门帮忙处理，可以给他们一个临时密码，非常方便。可能有些人会问如果没电或断网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门锁配有8颗的碱性电池，续航可以到18个月，所以不用担心没电。App 也会提醒你。
如果真的意外断网啊，也有机械钥匙可以手动解锁。智能门锁啊，是一个可以独立于其他的智能家居设备，就可以直接感受到生活品质跟效率提升的一项产品。不像灯光场景需要搞开关系统或者是自动化场景的联动。电子锁还给我们最直觉的开门体验，触碰、旋转、推门，一气呵成。我还有设定，只要是我跟柚子的指纹啦，来解锁大门，中午就会打开地图灯，晚上则是整个走廊的灯打开，用灯光来欢迎自己回家，是一种现代人需要的仪式感。毕竟对于一般人来说啊，白天是属于工作的，只有晚上才是自己的。即便回到家已经是深夜，只要有合适的灯光啊，主动迎接你，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丝的温暖，也给今天的疲倦增添了一层浪漫的滤镜。回到家后，我会把外出的外套放进 LG 的电池衣橱，这是我们家的智能无衣柜，能够用蒸汽杀菌，还可以除异味，而不只是把脏衣服放在同一个地方互相弄脏。这款衣柜是我今年在世贸的家电仔买到的，目前使用下来的体验啊都非常满意。除了无衣柜，还能够帮我们的衣裤除皱，省下烫衣服跟干洗的时间。朋友来到家里面的时候啊，我都用微型干洗店来形容它，还身兼超大全身镜跟除湿机。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家，你会发现我们家有个特色，墙上没有开关。我们的电灯开关啊，都放在入门的拖鞋柜里面，这是在装修设计阶段就先想好的。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啊，这只是为了美观，但内行人会知道，墙上的开关配置往往是那种我最后悔的装潢主题的常见来宾。因为预想好的位置配置啊，通常都会跟你实际住进去后的实际体验会有落差，尤其是这种开关在每个空间都会有，所以它发生错误的概率也就会越大。传统装潢的开关配置是在墙上打一个洞，就像在美丽的皮肤上直接留下一个明显的痘疤，不好看之外，就算之后后悔了，你也很难修补。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先真的住进去几个礼拜之后，你就会知道啊，在哪里常常需要什么样的开关来控制哪里的灯，然后啊，在这个地方放上一颗无线开关，来远端控制那些你藏起来的开关。这就是智能家居的核心优势之一——弹性。这一颗 Aqara 的无线开关 H1， 除了好看之外，可以放在桌面或者是粘在墙上。更重要的是，一组就可以做到7种的开关配置。例如，我现在设定单按左键打开工作室的轨道灯，但如果遇到大阴天，光线不太够，那你就可以单按右键再加颗5300流明的吸顶灯。也因为我一天有超过12小时都在工作桌附近，这些动作我都可以在工作桌上完成，不用再走去某个墙上去按开关，这样真的太多余了。像柚子也有一个无线开关，可以根据他自己的需求去定制，不把东西做死，这是智能家居有别于传统装潢的核心优势。肚子饿了，走到厨房，厨房灯会因为动作感应器自动打开。我们的中岛是能够升降的，可以是餐桌，也能当吧台，能根据使用者的需求去调整最舒服的高度，不用再去纠结谁来配合谁。等到菜做好了，我们除了可以透过语音指令来切换灯光的情境，也可以透过厨房的无线开关一键切换。有最基本的吃饭，像是用3000K 搭配中岛的壁炉光，还有我们自己设定的，像是在水族馆里面吃饭的浪漫情境光。因为我们家的灯啊是用飞利浦 Hue 的127灯泡，在 Hue App 里面还有多种灯光情境可以选择，还有这种的像是圣诞节一样的情境。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家的艾美特电扇啊，现在只支援 Google Home， 所以目前啊只能透过桌上的 Google Nest Hub 来控制。所以我很期待年底的 Matter 协议正式推出后被大量运用，解开智能产品被不同平台的束缚。我过一阵子也会研究 Home Assistant， 这是一套能把非原生支持 HomeKey 的智能产品整合到苹果家庭里面，但就是比较进阶的操作了。这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中午吃完饭后，我通常会直接在沙发床小休息个15分钟，只要跟 Siri 说午休模式，就会自动帮我把客厅的灯光还有窗帘全关，设定15分钟的音乐闹钟提醒，还有开灯。起床后，我可以走到阳台去晒一下太阳，恢复精神，或者说洗个衣服。讲到洗衣服啊，我跟柚子都超爱这台分离式的洗烘衣机。虽然说它没有联网，可能在现代的定义上不能算得上是智能家居，但我认为啊，洗衣机联网操作的意义不大，
因为我们还是必须要把衣服放进去才能洗，除非你直接把洗衣机变成带洗衣物的储藏空间。但这样子啊，你每次洗完澡后都还要走一趟到阳台，这样太麻烦了。下午3点进入工作模式，柚子说他喜欢冷一点的光，我则喜欢暖色的。就像我的电脑啊，几乎永远是开启夜蓝模式。如果你今天想要休闲轻松一点，也可以到厨房的升降中岛上工作，喝杯咖啡，吃个饼干。我们家还有一个伙伴叫 Eco， 虽然我们都叫他扫地仔。清扫餐桌。除了可以省去扫地拖地的时间，也可以远距离呼叫他来指定的地点清扫。晚上工作的时候啊，进入晚上工作模式，打开窗帘，让室内的视野更全面，而且窗户啊会变成一种镜子，让我跟柚子啊对话的时候可以直接看到彼此的脸。我们有设定2种色温，一开始会用5000到5500K 来提升专注力，等到10点啊，因为时间晚了，就会自动变成4000K。色温不要太白，会影响到褪黑激素，这样会让晚上的睡眠品质更好。如果今天的工作啊告一段落，通常啊我们也会看个电影或打个游戏。这台电视是飞利浦65寸的 OLED 706，特色在于可以非常完美的整合我们家的飞利浦 Hue 灯泡，实现整个客厅空间的影音声光同步。这种情境光源啊叫做 Ambi Light， 除了可以让65寸的电视啊感受起来像80寸之外，看电影跟打游戏的时候啊也会更有沉浸感。用朋友们来我们家体验后的话来说，以后到你家看电影，不去电影院了。我之后会拍一支影片啊，专门讲我们家是怎么样配置飞利浦 Hue 的灯光，以及灯要怎么打才好看的主题。当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会说 Siri 准备睡觉。这个时候全家的灯光啊，只剩下工作区的星空场景，还有路口2侧拱形的砍灯。客厅工作区的窗帘啊也会关上，避免工作桌的设备被早上的太阳直射。整个屋子的 HomePod 也会自动播放晚安的音乐。我们的晚安歌是 River Flows in You，100秒之后会把客厅的灯光关闭，只剩下主卧的晚安吊灯。音乐这个时候也会转移到主卧的 HomePod， 音量降低到 20%。当晚安歌播完的时候，全屋关灯。透过这一系列的自动化设置，可以让我们渐进式的进入睡眠。不管是灯光倒数的100秒，还是音乐的逐渐减弱，都是给自己一个更柔和的提示，来培养我们的睡意，让我们能够睡得更好。以上是我一日全屋智能家居的视角。这只是我们入住3个礼拜后的情境应用，还不能算是一个很成熟的解决方案。但我相信，这能够给看这支影片的你，对于智能家居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想象。原来这些产品能够帮你做到什么？当然，每一个人的需求啊，一定不会相同。我们之所以叫做智能工作宅，是因为我和柚子在这个空间里面，不只是生活，还有工作上的需求。现在的大部分人啊，可能还不是把生活跟工作融合的形态，只是把家当做一个休息、睡觉、洗澡的地方。但是智能家居的有趣之处，正是在于你会开始主动的去思考你生活的过程，细细的去感受，还有打磨那些不顺手的地方。慢慢的，你会发现你更了解自己了，也才能让这个家有你真正生活过、属于你自己的痕迹。下一集我会跟你拆解我今天的应用是怎么做到的，背后有哪些机制，用了哪些产品。我这段时间也会多去实验，去收集多一点坑，那在下一次一并跟你分享。如果想看我的更多影片，请记得帮我分享出去。我们下次见。